我合理怀疑大疆有2个组在赛马，因为在卖爆了的 Neo 推出了还没有几个月，大疆又推出了这台 Flip。同样是掌上起落，同样是无需遥控器就能操作，很难不让人觉得这是大疆在提出了一个需求以后，有2个组在共同研发。但在真正的使用以后，抱歉，我会投给这个长相怪异、怎么折都有面的 Flip 一票。那我个人觉得这就是目前最好上手、最易收纳携带，同样呢，它的上限还比 Neo 更高的一台无人机。那当然，这一期评测因为陆米仓这个春节放假迟到了非常的久，所以我打算多讲一点它应该怎么用，而不是聚焦在产品本身身上。在这一期里边，我们会给大家聊一聊这8种运镜方式分别应该对应什么样的使用场景，我们自己出镜的人应该怎么样去走位，应该摆什么样的动作。为了给大家带来更高质量的画面陆米仓这次兵分2路，我和米老师去了北海道，而陆米仓的小伙伴则带着他经历了零下30度狂风暴雪的内蒙古阿尔山。风太大了是吗？自动运镜了是吧？米老师很近了，2点钟方向，所以这可能是全网最苦的一台 Flip。加油！那同时我们也发现这台飞机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是你买之前需要知道的。冻住了，因为推不动，好着呢。所以无论你是买了还是没买，还是准备入坑，相信看完这一期你都会知道这台2000多块钱的 Flip 能飞成什么样。欢迎来到陆米仓，像素承接。那无论是 Flip 还是 Neo， 它的8种运动模式都是固定的，所以要怎么用这几种固定的模式拍出花来，而不是只会傻傻的对着镜头招手啊。重点是在于我们选择在哪儿飞，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动作。那第一种呢，就是跟随。顾名思义Flip 会像一只小狗一样在背后跟着你。拍点素材，这个，你的 Pocket 呢？嘿，漂亮！哇塞！哇，它来了，它来了，它来了！而在这个模式下，下边3招能让画面变得相对有趣一点。第一呢，是尽量走弧线，这样飞机也会跟着画弧。画弧的时候，这个背景就会不断的变化，让观众有新鲜感。那第二呢，是我们可以穿过一些前景，比如打不到飞机的树枝啊、草地啊等等，那这样会让画面变得更有速度感。第3点单纯的走路或者跑步，可能确实是比较单调，但是你可以用它来跟一些好玩的运动，比如说雪地摩托。像个摩的司机，好玩吗？好玩吗？好玩的，玩死我了。其实我觉得吧，让我做攻略也挺好的，我想玩什么玩什么。当然，他还可以拍最近很火的滑雪不过我和米老师自从崇礼的那期以后，滑雪技术进步为0，还是只会后日推坡。于是我们请了一位从来都没有飞过航拍的滑雪教练去玩这个跟随模式。发现其实在背景干净的地方，他会跟人跟得特别紧。当我们忘记教他怎么回收这个飞机了，拉回去啊！你跟我走吧。结果他自己一路跟着这个教练上来了，足足跟了6分多钟。还跟着呢，还跟着，小海。当然，大家如果要这么玩的话，一定要注意他人的安全如果这个雪场人太多，就建议不要使用。那第2种模式渐远，那飞机慢慢的往后上方飞，那一般用来展现周围的环境，用它的过程很慢，一般要飞10秒钟左右。以前我只会傻傻的对着镜头招手但其实我们可以转身往后走或者往后跑。当它飞回来的时候，它也会录制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朝着无人机的方向走，那甚至可以走出画。第3种冲天，飞机90度垂直往上飞，然后再飞回来。它适合俯拍这种比较干净的地面，比如说雪地、沙滩、草地、湖边等等等等。而我们的动作尽可能，比如像躺在地上，然后滑动我们的双手双脚，又或者是沿着画面走一个对角线，比如在白茫茫的雪地中留下一串脚印。
第4种呢是聚焦，聚焦就是像有一个摄影师架着三脚架在拍你，他原地不动，但你走到哪儿，这个云台就会转到哪儿，指向你。这样用的是聚焦的功能，就是我这样走的话，它就会跟着我走。切换的时候用的就是我们 Wave 连接的手机的录音功能。这个定向跟随模式就像6一只在青春期比较叛逆的狗，它会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又不想回家，所以你往前走它就往前走，你往后退它也往后退。相信养过狗的人都懂我这个比喻。那这个时候你想让它停下来，就只能站在原地3秒钟不动啊，它就会觉得哦，那停止拍摄了，它就会冲你飞回来。所以这也是这个模式的难点，就是在于你一旦拍摄了就不能停，一旦停下来3秒钟，它就会悬停在你面前，然后就不能正跟了。那最后3种是环绕、螺旋和彗星，其实都是绕着你360度飞一圈，然后回到起点，只是它们的飞行轨迹不太一样。这个螺旋功能就是一个螺旋上升。我到现在我飞了这么多年，我还不会打这个杆，打这个杆非常难的，但是现在我们一键就可以做到，咱试试啊。看，哇！它们比较适合四面的风景完全不一样，每转一点画面都会有新的惊喜。那我们要怎么利用呢？就是放飞以后就小范围的走动，然后不要看镜头，自然的停住，左右看看风景，或者是做一些拍照的姿势。好了，这些就是我玩智能飞行模式的一些小心得，相信无论你买的是 Neo 还是 Flip 都会有所帮助。但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这台 Flip。好像个风扇啊！啊，风扇。就我们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拿着风扇吹。但是很多人说像轮椅啊。外观是理想中的无人机的样子。为什么？安全。很早之前我就说过，我说无人机它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的这个边边都包出来？你说因为它太重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现在轻的一匹。249克，不需要报备的。关键它带着电池，它这么轻。心动不如行动。一个如此不喜欢航拍器的人，我就是嫌航拍器麻烦，就是我每次出去还得多背一个包，我有心动。它真的太轻了，太轻了，真的很轻。它这个收纳就这么点啊，真的是放在包里，就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压力。而且这个桨叶只要打开或者你插入电池就能直接开机，折叠就能关机，少了按按钮这一步。如果你是完全没用过无人机的小白，我觉得 Flip 也能让你出片，因为除了上面介绍的智能飞行模式，如果你连接手机，也是可以像 Game Boy 一样操控飞机的。我们的零飞行经验的制片佳琪很快就上手了啊！觉得还挺灵敏的，比那个遥控器要直观一点。它上面写着前进、后退。手机呢还能用来调参数，用来拍照，还能声控 Flip。Hey Fly， 跟随。看到没？嘿 ，Nomi 降低。不是 Nomi Fly。嘿 Fly， 在呢。回来吧。我发现它这个 AI 有点笨，就是它必须就是严格的说它这些指令里边的话，你只能说降落、刹车、停止、靠近、远离、升高、降低，七八八的这些。你不能说别的，就是如果它能，现在不是豆包啊，各种什么 Kimi 都很火嘛，它稍微聪明一点呢。首先价格，你猜多少钱？之前的多少钱 ？Mini 4 Pro 是4、5千吧？那我觉得它4、5千，2、3千。这不买它？它跟 Neo 的需求真的是很像，但是它的画质又比 Neo 要高一点。说实话是有点背刺到 Neo。那 Neo 呢，只能拍4K 30帧的709，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调色的空间，而且锐化也比较严重。而这台 Flip 最高能拍摄4K 60帧10比特420的低噪感，慢动作呢能拍到4K 100帧。并且能拍4800万像素的肉格式的照片，和那台卖着4788的 Mini 4 Pro 的画质是一样的。安全相信是新手们最关心的问题。首先 Flip 4个桨叶都有保护罩，所以在手上起降啊是非常的安全的。但是它所有的智能飞行，就是不连接遥控器的那些，包括连接了遥控器以后的这种大师镜头，都是没有避障。而连了遥控以后 ，Flip 有下视和前视的避障。所以前面有东西的时候它能刹停，但是上面、侧面、后面它都没有避障。所以在拍东西之前，请一定要确认周围有没有障碍物，不然像我这样用惯了有避障的飞机的人，就会重现开头的那一幕。我操！那只有我有水晶学日。李老师，我有一计，压强越大，
让你游过去。你滚过去是最轻松的。米老师很近了，2点钟方向。看看肇事者的嘴脸。没有，我心疼，我心疼。我要不去救他们？你别过来！不是去一个起不来一个，我跟你说，目标很明确。哇！我差点损失了一个媳妇儿。大家如果想买这个飞机，首先得先找一个我这样的媳妇儿。在哥哈评测 Neo 的时候就谈到了他不太扛风，那因为 Flip 的桨叶比较大，也更重一点，所以他的扛风是比 Neo 要好的，飞的速度也比 Neo 要快一点，而且在非常有经验的飞手 Parker 手里，甚至能飞出一些穿越机的感觉。不过虽然它是249克啊，但是它的扛风能力是不如 Mini 4 Pro 的。在北海道的画面还可以岁月静好啊，但是你看，在这个零下30度的极寒和大风的阿尔山，它就会被吹的水平有点歪掉，画质也会有的时候一抖一抖的。自动运镜了是吧？飞机不行啊！飞机掉了。别。我们在雪场，即便是用 S 档跟拍的时候，它在逆风飞的时候，速度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会跟不上滑雪的人。当然，在这种冷到连人都没有办法在外边待20分钟的地方，用 Flip 的话，还是会有一点小插曲。僵硬了，这个冻了。已经考第几次了？所以，如果你是去海拔高或者非常冷、风比较大的地方，可能我觉得选择 Air 或者 Mavic 系列会更适合你。不过它的续航还是足够的，我们在北海道基本上一块电池能飞30分钟，零下30多度的阿尔山也能飞20多分钟。那前面其实已经零零碎碎提到了一些缺点啊，但是其实在几周的使用下来，还有几点比较明显的缺点需要跟要剁手前的你说清楚。第一呢，因为它的云台呢不能像 Mini 4 Pro 那样竖过来，所以它的竖拍只能拍 2.7K 的30帧。那第二点，在连接手机的情况下，你是不能手动调整曝光、快门之类的参数的。连接手机录音的音质啊有待提高，控制的信号也只能传几十米。那这些 Neo 身上的痛点在 Flip 上并没有解决，而且它的机身内存只有2GB。那希望这些都能在下一代改进。最后一点 ，Flip 在跟这种直立的人的时候还灵敏一点，但如果你是其他的姿势，比如坐着坐垫玩雪坡滑梯，那么它就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的制片为了拍摄这么一个跟随的镜头，跟他斗智斗勇了大半天。啊，可以推了，轻点推。啊，可以。什么？等一下，等一下。累不？你说呢？哎，等一下。其实每次展开 Flip 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小时候折纸飞机的感觉，就这么一翻一折，这么小的玩意儿就能飞起来。但10年前的无人机可不是这样的，当时的无人机都是大块头，起飞的时候要找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而无论是陆米仓的摄影老师还是 Ikita， 其实他们10年前就飞过无人机，却因为当时的无人机没有什么安全保障而炸过，导致他们再没有碰过航拍了。从精灵3代开始，在整个中国都没有多少人买你们家产品的时候，我就当一个冤种去买了大疆精灵3。反正炸机一次特别贵，3000、3、4千起步。相信如果你喜欢影像，但到现在还没有一台无人机，估计你是和他们一样，对航拍有一定的心理负担。而 Flip 这种像纸飞机一样的形态，掌上起飞的方式，能让人放下对传统航拍的敬畏。一键的智能飞行、语音操控、智能跟随等等，也会重燃大家从新的角度记录生活的热情。所以好的科技相信从来都不需要我们仰望，而是把那些曾经需要直升机才能实现的镜头，变成口袋里随时都能展开的纸飞机。